卖屁股都不知道卖多少价钱。原来我们的关税是既有关税再加20%，人家的15%是天花板，我们的20%是地板。4月就知道事情，竟然可以一路盖到8月，简直黑箱到底的。从蔡英文到赖清德，就惯老板的嘴脸，对外装龟孙子，回国对老百姓就要翻。你在装什么官样？你在装什么威权？所以赖清德只在乎政党斗争，不在乎这个国家。怎么会有这种政党？民进党丧事喜办到疯狂程度。美国对等关税20%，行政院预估产值损失会达到1.6%以上。谈判团队一个地方愤怒到要罢免无能的赖清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湾很棒，直接一刀砍下去2%，赞！民进党丧事喜办到这种疯狂程度。各位早上好，台湾真正棒，美国要我们32，我们直接给他砍，我们现在是20，赞不赞？很赞！给我们的谈判团队一个赞！根本还没有公布我们换了什么，就先降你12%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。美国对等关税20%的税率在台湾时间7号中午12点开征，产业很担心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而根据行政院的评估，大约是42000人将会面临减薪和失业的风险，预估产值损失会达到1.6%以上。给我们的谈判团队一个赞！更传出不少传统产业面临倒闭潮，只能实施减半休息。台湾你的菜色都有，一个行业都在担心。台湾真正棒。20%关税课征之后，对于美国的出口贸易的情况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一个打击，那么甚至也会面对到这些客户转单的效应。赞不赞？很赞！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关税一定会降的程度到底是0还是5%。我现在全部都是盖子在做，你也没告诉所有的行业，到底要把台湾的产业带到什么地步？你要告诉我们。不是这样子。世界上有3大银学：川普的 MAGA 银学、印度的莫迪老先的巴拉特银学、赖赏的青鸟银学。凡此3大银学，他们是不能输。那青鸟银学，谁说输就出征他，把他干死，那个人消失了，你就继续赢。所以在民进党里面大肆吹捧，因为没人敢说其实是输。青鸟的偏激具体呈现：第一个，攻击性极强；第二个，出征对象不分敌我，唱衰仔要杀掉，吹哨人要杀掉。现在民进党只能继续做这种节目，让青鸟继续嗨。里面只要有人跳出来，我们其实也是从0%到20%，那个人就要死。原本我们台湾输出美国的各种不同的货物，有些5%，有些10%，现在一律外加20%，要命了！因为川普还有低消税率，所以未满10%的税率一律加成10%，基本上是30%起跳。大家害怕的其实是不确定性，不管我们台湾被课的是32%、20%，甚至你说之后再往下降，我都说重点是我们付出的代价。比如说我们看日本，日本一度变成25%，后来才降到15%，他们付出了5500亿以上的代价，还包括澳米汽车相关的开放。那台湾我们的起点是32%，现在据说降到20%。当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说这是暂时性，暂时多久？你说30年也是30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忘了，川普的任期剩下3年，现在绿媒开始做，你看我们政府谈判的好棒，32砍到20了，赞！你在赞3小，32到20，这砍了12。请问我们的谈判团队付出了什么代价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些中小产业，这些人一样要做生意，这些人一样要养家活口，你都没有在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汇率已经涨12%了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才真正伤筋动骨的。汇率我们控了那么多年了，结果你现在一下放手了，谁叫你美国人吗？最近央行宣布汇率下半年即将回稳，我认为谈判触礁的很严重，因为赖清德本来以为自己升汇率可以救得回来，面对20%川普的叠加关税，民进党政府青鸟依然在攻击说你行你上，而且更可恶的是，他自己贴的图卡是成功从32%谈到20%，叫做阶段性的谈判胜利，原来是阶段性的谈判失败。蔡正元博士啊，气到直接骂民进党怎么可以谈这么烂？第一个，他从来不诚实的告诉大家事情。美国目前就是一个强盗、劫匪的身份，没有什么台美关系好。第二个，一定是公开透明，没有任何的黑箱。执政党理想上就是你在野党有好的建议要提出来，因为执政党不可能自己想的都对，但赖清德或民进党就觉得干自己很棒，死活都不愿意在野党参与。我认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国家，反正在野党都会支持，青鸟都会拥护，我干嘛要去被美国人面前洗脸？所以民进他只在乎政治跟政党上的斗争，这用心极其险恶。ECFA 当年骂的有多凶，现在就有多荒谬。原来我们的关税是既有关税再加20%，简直黑箱到底的。4月就知道事情，竟然可以一路盖到8月。我认为他本来要盖过823，怎么会有这种政党？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日本得知自己是叠加关税，立刻大臣杀到美国，说这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。美方立刻说不会场，就立刻取消了日本的叠加关税，恢复到15% 是天花板，甚至还把多增加的税收讨论要来退税。所以这是日
日本干的事情，真的是好笨。他们怎么不学民进党，反过来骂国民就好啦？都怪你们不懂，早就已经告诉你啦，4月就讲啦。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媒体注意到日本发生了这个状况，搞不好民进党要一直隐瞒下去，因为很多民进党自己也不知道原来是叠加关税。那你也可以看到，民进党通完之后还要怪老百姓，你怎么不讲？为什么不能拿4月份的东西来跟现在讲？因为4月份川普是全球一体适用，可是等到暂缓之后，那就是个别国家谈个别的事情。所以欧盟去谈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叠加状态，15%就是天花板。所以之后大家当然就以为目前所谈到的都是天花板。就算大家没认知到这件事情，你民进党在新谈判的时候也要主动告诉大家。所以第一，民进党的谈判彻底失能无能，贵美甜美。现在这个状态还有一些优良解决方案，比如说可以阻止台积电赴美投资，或者我们禁止一些重要的芯片出口美国，或者把两岸关系也当成一个筹码跟条件。可是为什么民进党有恃无恐？因为他吃定了在野党一定会背锅啊，因为最后国会要同意，到时候美国商务部说，台湾如果不同意叠加到32%，在野党敢翻吗？所以在野党有方案也不愿意去谈，所以民进党继续在装聋作哑，他的黑箱彻底的盖爬。现在最后一个待遇，饮料食品6.7就变成26.7，塑胶制品变成24.1，工具机是24，模具是2.6，但是跟我们在品味上非常接近的韩国或日本，他们都直接税率只有15%，根本没有任何产业竞争力。关税是叠加态，消息一出震惊朝野，第一时间传出20%，所有的绿媒就开始大内宣。你看我们的谈判团队从32%降到20%，我们的政府好。但是赖清德说这个20%是暂时性的，还可以更低，我们就很忧心了。请问台湾要付出几千亿美元的代价呢？川普前几天你说溜嘴了，他说我们台积电还要再投资我们美国3000亿美元，吓得台积电的股票马上就暴跌，位置价赶快出来澄清，有没有？台积电才又开始来稳住。但日本谈到15%是天花板，毕竟他们付出了5500亿美元的代价。台湾我们的政府是直接放弃了，现在人家的15%是天花板，我们的20%是地板起地价，而且我们的政府20%还要再砍到15%，你光是32到20这一段的代价你就没有交代，20再到15的代价你还是没交代，我们卖屁股都不知道卖多少价钱，这很悲哀。所以如果你要我选，你就回到32%一口价，但是我们的汇率可以稳住，不要有任何的附加条件，甚至再过几年川普卸任之后，搞不好这个税率就回去了，我们不用被绑几十年的这个条件。那你现在说争取到20%，还要再砍到15%，但是背后的代价是几千亿美元。比如说我们拿最盛传的4000亿美元投资，请问我们要分几年摊还得起？台湾的经济有多少年会被美国绑住，会被拿来当作牵制中国大陆的武器，会被当作在全球上贸易谈判的牺牲品。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，吴思瑶还敢继续凹说是你们蓝白在造谣，是你们自己不懂都给他抹成黑箱。你说4月份行政院就这样讲，来了，你回去看一下你们这3个月以来的大内宣。你们有讲过32%是叠加吗？你们在做大内宣的时候有说这20%是叠加吗？完全没有。所以如果你用比较诚实的方式谈，4月份你就跟国人说清楚是32%加 N 的叠加。在8月初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们终于谈成了20%，但还是叠加，继续谈，而且我们已经付出了具体的代价。台湾到现在一个字都不讲，全部都保密，全部都黑箱。那这是什么谈判的诚意？这是什么公开透明的资讯？你就是对国人说谎，你还这边造谣，反正你给我爸爸恭维，蓝白也不敢挡啦。民进党现在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在谈判。那请问你用这种心态在谈判，你能够为台湾争取最有利条件吗？那如果你不能，那为什么你不下台换人做？有没有说蓝白你行你上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网友呢整天在批评，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？中小企业你们要靠自己，就惯老板的嘴脸。从蔡英文到赖清德，你对外的谈判就是在那边装龟孙子，回国对老百姓就要掰。你在装什么官样？你在装什么威权？你如果从头到尾都保持着诚实坦诚的态度，跟在野党、跟老百姓诚实的说明台湾现在的困境，我们付出的条件，大家共体时间，我觉得一般老百姓虽然不满，但可以接受。那你不是要在那边造谣？你身为民进党的干事长，你曾几何时为了台湾老百姓做出努力？没有就下台换人做，还在那边造谣，镇着立法院的位置不放，过分。我觉得赖清德政府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势跟对川普的一个误判，导致他今天这样的一个下
下场。说真的，很多高手都在民间，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出你的困境，搞不好民间还会帮你想办法。那他有保密协议，到底那个保密协议里头，除了台积电去之外，还有我们要投资什么？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要不然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不可逆的恶性循环了。现在是台湾全国老百姓对赖清德政府的不信任，关税这件事情，地方上面愤怒到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发起来罢免无能的赖清德，让赖清德下台。